母亲，您拧着针也扎了，药也吃了，大半夜过去了，热度一点没退下来，反而越发烫了呢。他这个身体啊，要发寒，看来1床被子不够，拿2床被子来。快去！是。给我。不能干！让开让开！哎，你要干嘛呀？沈源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去拿冰和酒来，越烈的酒越好，快去！不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，申远？万万不可的，他得了风寒，不能在雪上加霜了。难不成你要害他吗？我要是要害他，我让他在敬堂跪着就好了，我把他抱回来干什么呢？这不行。哎，母亲，能试的方法咱们都试过了，但也没用，要不然让慎远试试吧。能有用吗？他简直是在胡闹。你们拿酒，擦他的四肢、前胸还有后背，只能擦这几个地方，其他的地方不可以擦，知道吗？快！不行，你这简直要害他！老夫人，您就信我一回行吗？他要是有任何的差池，我把我的命赔上。母亲，让慎远试试吧。快！姑娘，你醒了。我怎么好像依稀看到了祖母、母亲，还有三哥呢？他们都守了您一夜，见您烧退了，才都回去。昨晚真是太惊险了。我不过是发热而已，被你说的，就好像得了什么大病一样。您虽然只是发热，但怎么吃药扎针都不见效，还是三公子用冰镇的法子帮您退烧的。三公子昨晚可被老夫人骂惨了。姑娘，老夫人的气还没消呢，说等您病养好了，接着到木樨堂领罚。我知道了，你让松枝过来拿点吃的，你给我梳妆一下，我这就过去。姑娘，你这才刚好，老夫人都说了，是等您病养好了。放心，我没事的。祖母表面上是在跟我生气，其实心里还是疼我的。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去领罚。这次气到祖母了，是我做的不好。老夫人，怎么样？他醒了呀？已经醒了，喝了粥也服了药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老夫人放心吧。要不然您去看看？不去。我要是去看他，他更不在意了，以后还会这样。不去。七姑娘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老夫人刚还念叨你呢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我都烧了一夜了，还跪了好几个时辰，您就别生我的气了。祖母，祖母，哎呀！头好疼啊！我该不会还在发烧吧？我这要把脑袋烧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你
你真要是个傻的，我就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了。我才不傻呢，我是祖母的开心果，怎么能傻呢？你只要不气我，你就是对我的孝顺。祖母，您的眼睛生得真好看哟，我定是随了祖母，才长得这么好。你这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夸你自己呢？我刚才都闭着眼睛呢。就是闭着眼睛，祖母的心可比谁都亮堂呢，这心眼可通天。哦，我的心眼还能通天呐！哎呀，孩子呀，你这么讨好，也哄骗不了我。你跟我说，你这病刚刚好了，怎么就下床了呢？祖母，莹莹知道错了，莹莹是过来给您赔不是的。说错在哪儿？错在不该让祖母担心。宁儿啊，真是一个乖巧的孩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有一件事让我睡不好，吃不好。我就想，要是当年没为你父亲去顾家求娶，也许你母亲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。祖母，这件事情怎么能怪您呢？可是祖母一直很愧疚。你母亲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想着，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护你周全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，去查什么乔小娘的案子，你就凭你一己之力，万一稍有不慎，那乔小娘再加害于你，那你让祖母怎么办呢？祖母，其实莹莹这次不是单独行事，三哥在我背后一直默默帮助我的。怎么跟他又扯上关系了呢？其实三哥真的是个好人。您看我头上这簪子，就是我母亲当年要留下来给我的，也是她从乔小娘那儿夺回来的。你看看，你一口一个三哥三哥的，看来他倒是帮了你不少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兄妹之情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好了？祖母，其实莹莹最近想起来很多小时候的事情。小时候我就经常欺负她，可是她从来不恼我。而且我也觉得时常和她同病相怜，都是因为生母的缘故，被父亲厌弃。可是好在我还有祖母、母亲啊。可是三哥就太可怜了。拿走吧。大娘子，前2箱已经点完了。把那2箱衣服和鞋子给他拿到屋里去。是，这2箱搬走吧。是。拿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娘子，这个镯子是我小娘进府时自己带来的，不能拿走。这镯子值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就凭你小娘那个出身，她进府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？这兴许是爹爹送给我小娘的。那好啊，那我们就去找你父亲当面对质，看看是不是他买的。你小娘
这私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呢。他变卖了顾大娘子的陪嫁，大到屏风，小到衣服首饰，连一双鞋子都不放过，共计800贯。这只镯子是因为实在太贵重，他舍不得卖。这不可能！这些东西本该是属于怡宁的，被你小娘卖了个干干净净。现在东西找不回来了，钱也花了个七七八八。你要是想留住这箱东西，那你拿什么偿还给怡宁呢？还有，他这些年掌管罗府，留下了那么多亏空，自己倒是置办了不少家业。他哪来那么多钱呀？这是我小娘平时省吃俭用。我呸！他的月钱是有定数的，存10辈子也存不了这么多钱。他有几只手，偷了多少钱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还请大娘子手下留情，我们碧莲阁这日子总归还是要过下去的。轩哥马上就要参加秋闱考试了，总不能亏待了他吧？你碧莲阁该有的都有，桌椅、屏风、床榻、衣箱都各留了一套。府里按例发放的衣服、鞋子一个都没拿走。我是少了你吃穿，还是没给你们床睡？怎么就亏待他了？姑娘，又要装晕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来这套。你要是真不服气，咱们就到大门外把事情摊开了说，让大家评评理。要不然你就别啰嗦，别怪我这个大娘子不容人。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搬走，给五姑娘腾个地儿，让她躺下。是。姑娘，您别太伤心了，二爷也许只是还在气头上，他平日里最疼您了。也许过2天就好了。你不懂，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爹爹竟然让我好好听林大娘子的教诲，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，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大姐姐为何一个人在此处绣花呀？五妹妹这是刚哭过，眼圈红红的。大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家姑娘最近被欺负惨了，整日里一直在哭。英儿别说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怪不了任何人，只是今后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劝妹妹放宽心些，少几个心眼子，也不至于落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。大姐姐此话是何意啊？难道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吗？小娘做的事情，我实在是不知道的呀。罗一莲，你真是把我当傻子吗？亏我一直真心待你，对你比对罗一秀还亲，你却只是把我当做对付罗一宁的工具。大姐姐明鉴，我绝对没有。让我去给成郎送诗，又骗我去捡罗带，成天在我面前说你们母女俩是如何被罗一宁母女迫害，你还敢说这些都不是你们母女处心积虑预谋好的？我不过是看你钟情于成郎，七妹妹仗着祖母疼爱与你争抢，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帮你出的主意。至于那条罗带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说不知道看到了吉野兰花。我可不像你，一心只想着害人。我的确不记得当日是几叶兰花。怎么？你不继续扮你的楚楚可怜了？哼！这一次真的多亏大姐姐了。你别误会，
我无意掺和你们二房的事，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罢了。那姐姐悄悄让人给我塞纸条，提醒我罗代的事情，又怎么解释啊？大姐姐的字我还是认得的。行了，上次你替我遮掩花苞之事，这次就当我还你人情。我们俩之间就算是扯平了，这事以后不许再提。这是自然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另外一条裸带的？那日走水的时候，我趁乱去了趟碧莲阁瞧了瞧。大姐姐定是觉得我心思多，吃亏吃多了，自然会多想一些。父亲，女儿正打算去找您呢。怡宁，为父听说你又病了，身体可好些？多谢父亲关心，女儿好多了。你来找我，是因为你母亲的事吧？女儿知道，父亲一向重视罗府清誉，不会将巧巧娘送去官府。对此，女儿也并不强求。这么多年，辛苦你了，是为父错怪你了。只要父亲可以还我母亲一个公道，女儿并不觉得苦。女儿恳求父亲可以开敬堂，当众给我母亲一个解释。这是自然，为父已经知道你母亲的清白，为父一定会讨回一个公道。你好好养身体，其他事情就不要管了。雪芝，扶你小姐回去休息。是，姑娘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多谢父亲。别让他着凉了。是。六舅爷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即墨轩去疗伤吧？你放心吧，我大姐在账房整理碧莲阁的账，那恨不得天天住那儿，不到熄灯是不会回来的。你们就放心在我这儿治，我方便取药。好。倒是你呀，你是不是又没好好养伤啊？这伤口明明都快愈合了，又要崩了。啊，这是我搬了个盆栽就裂开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别自己整天整得像个花匠一样。你要是不想留下病根，就得静养。嗯，好的好的。亲兄弟，明算账。呀。行了，有事儿呢你就让少安找我，我这人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好，哎，舅舅，我还真有一事相求。六舅舅，你拿来这么多汤药，我已经喝过许多了，而且今日母亲也给我送来许多汤药，我都已经要喝不完了。你又送来这么多，就不怕给我淹死？你身体初愈，还有些风寒未解，切不能大意啊。我送的这些全都是好不容易买到的上品。这汤药一看就价值不菲。哎，你不是没有钱了吗？我林茂就是再穷，那也不能苦了我亲外甥女啊！我砸锅卖铁也得买给你啊！以后可不许这么破费啦！快喝！我给你保证啊，这个良药不苦口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这送药人的心意。像这些苦了吧唧的药就别喝了。哎，六舅爷，这是大娘子特意命人送来的黄芪牡丹汤，不要喝太多也不好，浇浇花挺好的。哎，六舅舅，这可是我们姑娘最爱的秋海棠，要是浇坏了可怎么办？你放心，这黄芪牡丹汤呢，药性温和，对草木也是有益无害的，保管你这花长得更好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休息了。对了，这丹露呢，你滴在茶里，对身体好。我走了。谢谢六舅舅。
娘，这六舅爷可真有意思，突然来送药不说，还把黄芪牡丹汤给倒了。这三外甥送个药还躲躲藏藏的，这俩人该不会真闹别扭了？果然是小辈，幼稚。不过这三外甥哪儿来的药呢？李应龙留下的账本，夏勇师兄好不容易破解了，可他说这只是半本账本，怎么会只有半本呢？那剩下的账本在谁那儿？或许是在他当年哪个同党的手上。他的同党应该都死了呀。公子，那我让齐安去查一查他的同党还有什么亲眷家属之类的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齐安来信还说陆家学的人正在四处打听宴会当晚你和七姑娘的行踪。我们的人按照你的吩咐，说是没瞧见过你俩。他突然打探我们的行踪，那偏院闹事那日，叶岩定是听到了些什么？那他会不会已经怀疑到公子头上了？没事儿，看看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吧，见招拆招。三哥，三哥，我听那日雪芝说我生病，你陪了我一宿，还说若我有不测，你愿陪我一同去。三哥，现在除了母亲和祖母，你便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了。哎，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觉得头不舒服。你说我该不会是又发热了吧？哼哼，我看你是好了。你又不是大夫，你怎么知道我好了？都能巧言令色了，定然是好了。哎，那不是百草园的丹露吗？六舅舅也给过我一份儿，你的这一份也是他给你的？对，六舅舅跟我说，可以把丹露每日往茶里面滴上几滴，可以补气。最近母亲和祖母让我喝的补药够多了，不如我让雪芝把我的这瓶也给你吧。不行，其他的补药你可以都不喝，但是这个丹露，你必须每日都往茶里面滴几滴。三哥，你是不是不会再生我的气了？那你先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以身犯险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，以后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先保护好自己的。喝掉。放回去。这些放回去。三哥，这龙涎香这么珍贵，你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？做点小营生，赚些薄利。什么营生？就是一些小买卖，不然我怎么度日啊？什么东西？公子不必担心，是只小猫。哦。没事了，走吧。母亲，母亲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前几日我去采福院给您请安，您都不在。坐吧。您等久了吧？我应该让亲去给您捎个信儿去的。没事儿，这些天呢，我竟在盘点碧莲阁的东西，查出了不少乔小娘的私账，
可算是查完了，正好等你的功夫，喝口茶歇歇。大娘子，怡宁，这些全是乔小娘当年私下变卖顾大娘子的陪嫁得来的。我想办法全部都寻过了，可惜时间太久，就换回来这几套首饰。他用变卖的钱置办了些产业，我都处理了，换回这些钱，你先收着。多谢母亲，时隔多年能找回这么多东西，一定费了很多周折。傻孩子啊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说到底，这些物件也只是个念想。顾大娘子真正希望的是你要过得好。行了，把东西交给你，我就安心了。我要回去让你父亲看看这些私账，让他知道他看中的乔小娘这些年都干了哪些好事儿。想必这些事情父亲也是知道的，只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。母亲，我送送您吧。不用了。慎远，府里在做新衣，我让人给你送了几套，你回去试试。如果不合身，就过来跟我说，缺什么了，想要什么就告诉我。你是个好孩子。谢谢大娘子。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吃饭就吃饭嘛，你老盯着我这张老脸干什么呀？好看呀，谁让我祖母是京城第一美人呢？美人还来个第一，你这破猴，真会哄我开心。老夫人，大娘子，主人送来了黄芪牡丹汤，他说啊，让我看着七姑娘喝下去。我才不喝这汤药呢，我不喝这药。七姑娘不喝药，身体怎么能好啊？祖母啊，喝了，风寒刚好，需要调养身体。你母亲也是为你好，喝了。来，太苦了。祖母，我要喝了这药是没法吃饭了。那也得喝。哎，您看那边。哎，老夫人，这……我没看见。你母亲问起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没看见啊。薛妈妈，你也什么都没看见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孩子，怎么跟你娘一个样儿啊？吃不了的药汤都往那个花草里倒。你娘生你的时候体弱，也是喝这个黄芪牡丹汤，她是怕苦啊，喝不下去，都往那盆秋海棠里倒。哎，这秋海棠啊，没多少天就活不了了。这黄芪牡丹汤呢，药性温和，对草木也是有益无害的，保管你这花长得更好。姑娘，您用黄芪牡丹汤做秋海棠的花肥，是不是有些浪费啊？以后母亲送过来的黄芪牡丹汤，隔三差五就来浇这秋海棠。是。姑娘可是又怀疑什么了？我是怀疑母亲的死有些蹊跷，过几日便会知晓了。七姑娘，七姑娘，大娘子请您去澄净堂，说是衙门来人了，
正在向二爷禀告乔武、陈四等人的案情。楼主簿，陈四一案审讯已有结果，特来告知。他可招供了？指使手下在远景阁劫杀贵妇妻娘，假扮盗贼引我等入府，以及收买连情诬陷妻娘，皆已认罪。但他一口咬定皆是他一人所为，并无他人指使，现已判其8年刑狱之期。好，哎呀，那就有劳大人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白管家在，替我送下客人，备点薄礼。是，多谢楼主仆，多谢夫人。官人，怎么突然所有事都成陈四一人所为了？啊，这是我跟乔家大爷商量的结果。我们罗乔两家毕竟是大户人家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颜面无光啊。合着就这么放过乔家姐弟俩了？大娘子所言差矣啊，怎么叫放过呢？乔叶禅在敬堂受罚，你也瞧见了，我已经把他赶去田庄，乔武被驱逐出乔府，他们名下的店铺、田庄都已经收回，这就是惩罚。那父亲可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，要给我母亲一个说法？自是记得，陈四伏法，乔氏姐弟被驱逐出府，这就是说法。看来父亲是想让这件事情不清不楚的过去。怎么就是不清不楚呢？那官也报了，这家法也伺候了，你们二位非得把乔叶禅推上死路吗？什么叫我们俩？乔叶禅犯下之事，的确是罪不可恕，但此人毕竟在我们罗府待了20多年，他不仁，我们不能不义呀。此事是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若是传出去，我们罗家颜面何存？姨娘，你母亲若是在世，一定会赞同此事。罗家的门楣，颜面排在第一位啊！看来在父亲心里，夫妻情分、血缘亲情，都抵不过一个虚名。大娘子，你是……你们终究是不懂，作为罗家家主，该背负的责任。罢了，罢了。清学，你帮我去找一个宅子吧，不用太大，能住就好。之后，我要离开罗府。离开罗府？那老夫人呢？我是祖母的孙女，当然会照顾好她，为她颐养天年。1年的时间，我要查清楚母亲死的真相，然后离开。公子，道远大师兄突然来信，可是为了陈大人李雪溪将近的事啊。我知道大师兄的心思。先不说我们只有半本账本，就算拿到了全部账本，拿到了证词，也未必能够翻案。幕后主使显然位高权重，除了证据，我们还需要一些人的助力。另外半本查得如何？查到宋玉山还有个孙女在世，但如今下落不明，兄弟们还在四处打听。总之，道远师兄的名字如今还在官府的通缉名单上，更不可轻举妄动。
对了，学堂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再过2、3日便都妥当了。让齐安把这封信转给大师兄，再加上一句，就说未在李雪琪前翻案。我们还有其他的法子。转告他务必不要以身犯险。是。不过公子，您好像对七姑娘的事越来越上心了，是不是有一点？有点什么？你吞吞吐吐的。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七姑娘，更是为了感念顾大娘子对我的养育之恩。行，您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姑娘，您瞧，这秋海棠都开花了。对啊，看来这黄芪牡丹汤对花草本无害，可是母亲那盆被浇了汤药的秋海棠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于医理而言，的确如此。大娘子的汤药怕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姑娘，三公子来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青渠，你陪我去。要是祖母和母亲问起来，就说我去白云观烧香了。是。聪明。那是自然。公子，到了。这车怎么没有踏脚凳啊？七姑娘见谅，我们公子平日里仗着自己腿长，都是直接跳下来的，所以没带脚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我们家姑娘腿短是吧？哎，七姑娘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别，你什么你？我看你就是那意思，别在这狡辩了。七姑娘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！我是……行，别说了。三哥，这地方是做什么的？过来吧。三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跟我一起，拿着那边。这是孤儿所，这些时日，他们无以为继，我便以顾大娘子的名义捐了一些钱，他们感念，便把名字改作明兰堂。大娘子的善良可以延续下去了。多谢三哥，三哥，我以后可以一直资助这里吗？当然。这样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怀疑你母亲当年喝的黄芪牡丹汤被人下了毒，并非死于难产体虚？要不然，那秋海棠的死，作何解释？那盆秋海棠我记得，是你母亲养了10几年的老庄，不会无故枯死的。我还是太心急了些。乔小娘，如今到了田庄。我也难以再调查此事。你母亲过世后，当年服侍过她的人都被尽数遣散了。2位她看过病的齐大夫也已过世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难道当年你也觉得蹊跷，暗中调查过此事？
我确实觉得乔小娘心术不正，所以查过这件事。而且我查出了齐大夫还有个徒弟，当年一起为你母亲看过病。我会找到他的。多谢三哥。嗯，快去做吧。哎，谢公子。慢用啊。我说呢，三哥为何专挑这条路走？看来三哥是经常来这里，我们都还没点呢，他便拿上来了。不知道三哥是冲着馄饨来的，还是冲这位娘子来的？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该问的问题吗？不问就不问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当然是为了这馄饨而来。我倒是很羡慕他，可以自食其力，不用仰人鼻息。你是没见他为了一钱半钱心力交瘁？那也比依附于他人好吧？的确，这世间对女子太过苛刻了，限制了她们的天地，只有闺阁深院，无论再怎么争斗，也难逃那方寸之地。所以，我一定要离开这方寸之地，所求皆为我所喜。只要你喜欢，三哥都支持你。但是这条路可不好走。要完成自己心中的事情，谈何容易？肯定不会像踮踮脚那么简单。我已经跟秦曲去说了，让他给我找一间宅子。我早晚有一天是要离开罗府的。然后呢？我会剪纸，还会画画，而且我跟着母亲还学会了管账，可以靠自己，总是有些本事，不会让自己饿死的。三哥，那你呢？难道你要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事情，一直蛰伏在罗府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男儿玉碎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这乡考将至，三哥是否打算去科考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可是，你是想说你现在没有进族谱，要以什么身份去参加科考，对吗？那我就以别的身份，反正我会有法子的。三哥，我帮你入族谱吧。七姑娘，您真能帮公子入族谱啊？那公子以后再也不是黑户了。回去吃你的。哦。三哥，只要你入族谱了，便可以像其他郎君那样堂堂正正的求学科考。这样的话，你若是入了仕，虽然罗府不是那么显赫，但是也可以在你的仕途上给你一些注意，而且祖母和母亲也是可以打心底里接受你的人。你想，六舅舅、六姐姐对你也很好啊，你就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，接受嘛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一家人。今日出来可真高兴。以前我在别院的时候也没这么多人管着我，我还可以偶尔溜出来玩一玩。我就猜你喜欢这儿，所以带你过来逛逛。你去看看喜欢什么，我给你买。果然知我者三哥也。随便看看。爱依宁。老先生，
这些剪纸剪法可真多，可都是您亲自剪的。是啊，姑娘看来懂行啊。我自幼学过剪纸，懂一些技法。您的手艺真不错。你慢慢看啊。舅舅，那女子便是罗府七姑娘。七姑娘。七姑娘，这位是我舅舅，安北侯陆家学。之前跟你提过，与你一样喜欢剪纸，没想到今日又在剪纸摊前遇见你。幸会啊，七姑娘，在下陆家学。姑娘怎会一个人在此啊？是和家人走散了吗？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？他之前有演技，没看到我容貌。我若开口说话，会不会被他认出声音？姑娘，怎么不说话？找了你许久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三公子。哦，陈公子。舅舅，这位是罗府三公子，罗慎远。久仰久仰，陆侯，陈公子。没想到陈公子在罗府跟我一面之缘，还能记得我。我俩虽未正式见过面，但山远兄曾遥遥替在下介绍过。今日恰巧同舅舅来此处，遇上了七姑娘，但七姑娘不知为何，怎么突然无法开口说话了？啊，舍妹近日生了一场大病，烧得把嗓子都烧坏了，还未康复。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那身体要紧，七姑娘回去好好休养，祝你早日康复，期待再会。告辞。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三哥，你是何人？为何要追杀我们？三哥。算是找到你们了。姑娘没事吧？侯爷，没伤着她吧？回侯爷，属下尽量避开七姑娘，未曾伤到她。罗三公子貌似不会武功，而且我偷袭到他的后背，他也未曾异样。你确定？确实。舅舅，难道你怀疑他是装成不会武功的？怪我没沉住气，先去试探了那姑娘，不知是否打草惊蛇了。罢了，
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来。七姑娘那边，继续叫人盯着。是，舅舅。公子，今天偷袭你的人是不是陆家学的人啊？昭昭试探我的后背，是他无疑了。估计一出门就让盯上了，以后得更加小心。七姑娘，妹妹，等我眼睛好了，我希望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。是陆家学叫我来除掉你的。姑娘，把这安神汤喝了吧。今日您从集市回来，面色就一直不太好。可是你们走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就是走得久了，有些乏了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还有事，姑娘为何非要帮三公子入族谱呢？二爷怕是不会同意的。我除了帮他，其实也是在帮罗府。他资质甚高，若是有一天能入仕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他要是可以掌管罗家，那对罗府、对祖母、对母亲都是好的。那姑娘打算如何帮他呢？我瞧老夫人对三公子的态度虽然比从前好些，但也不过如此了。水滴穿石，铁杵磨针。我相信，祖母早晚有一天会接受三哥的。来。怎么样？大胆的说。回大娘子，六姑娘的腰围比上回，肥了3寸。啊？怎么胖了这么多？你肯定在背地里偷吃来着。我没有啊。莲红，你跪下，罚你打手板20下。娘，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水喝太多了，这次就饶过我吧。哎呀，娘，那要偷吃也是我偷吃，你罚莲红干嘛呀？她作为你的贴身丫鬟，主子犯错，她也不规劝，就该罚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啊，姑娘，六姑娘，哎呀，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别打了，你这次就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偷吃了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六姑娘的膳食除了蔬菜，其他全停，包括水果。是。娘，你想让我当尼姑啊？尼姑每顿还能吃2个馒头呢。你再讨价还价，连蔬菜也别吃了。哎，那蔬菜是有吃的。哎，这狸猫不是说吃了它的药就不会变胖吗？骗我！啊，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狸猫，你这个庸医，你这个骗子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胖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瘦了。还没有，我吃了你的药之后，每天都超级想吃东西，腰围长了3寸，你还好意思说我瘦了？你消消气嘛，
这方子我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我需要你多给我一些反馈，这样我去调整一下方子。你拿我试药是吧？我……哎，别！我发誓，我一定负责到底，我一定让你腰围1尺8，我负责到底。我呸！哎，你要干嘛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武藏庙没门自己往里闯。你别动富贵啊！哎呀，我看这鹅那么胖，我一会儿就要把它给吃了。你还给我！哎呀，你放开！那你别跟富贵一般见识嘛！你要是把它吃了，你娘会骂死你的。没关系，我先吃了它，再跟我娘请罪。哼！哎，你别动富贵啊！哎呀，哎呦！哎，医生，你忍着点儿。你这药抹了我手不会烂吧？你可以说我目不识丁、胸无点墨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伤药啊！不信你去问。算了，你爱信不信吧。好像是不怎么疼了，还消了点肿。这个好，回去给我连红用。这药可老值钱了。送你了，当我给你赔罪了。还有啊，我肯定会做到让你腰围1尺8的，这事关我的信誉。我这就给你重新配药。哎，重新配。不是，你不是进京来赶考的吗？我每天都在干别的事儿。我看轩哥和山哥他们每天都在读书啊。我天赋异禀啊，科举前2天看书就行了。哦。都是一个老师教的，人家轩哥怎么老被老师夸奖？你呢，一写就文理不通，把个文章写通顺了，有那么难吗？轩哥有问题，先生都细细解释，对我就没个好脸。连你亲娘我都快对你没好脸了，别说先生了，明日之前把这些拿回去重写。啊什么啊？赶快拿去重写。申哥。大娘子别太担心了，山哥还小。小什么小啊？眼看就要乡试了，以他现在这个资质，怎么参加科考啊？今年若是考不上，又要等3年。想当初我们大郎才4岁，便已启蒙，天资聪颖，人见人夸。若我的大郎还在，我何至于操心至此啊？大娘子，大郎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于秀贪吃，山远偷懒，也就一遇算是乖巧，可是也只是个姑娘啊。你说说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大娘子放心，咱们山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要给山哥请名师的事情，我大哥怎么说？啊，正要和您说这事儿呢。这是陈家大爷托人送来的明光木，给我安排个时间，我要亲自上门邀请。若是将来山哥真有个名师大儒推荐作保，说不定啊，受恩荫，也能得个官职。轩哥，二爷在屋里等您呢。二爷只让轩哥一个人去。回去继续用功，过几日写篇新策论给为父看看。轩辕，乡试在即，你不可懈怠。为父希望你一举高中，为我们罗家争光。是，父亲。下去吧。还有诗？说。父亲还在生小娘的气，连吴姐的面都不肯见一见吗？不管小娘犯了什么错，吴姐姐毕竟是父亲的亲生骨肉啊。后院的事你少管，把这些心思都给我放在功课上。自从小娘走后，碧莲阁的吃穿用度都大不如前，吴姐为了我，跑前跑后，
遭人白眼。今日酷暑难熬，吴姐怜我读书辛苦，去叫人取兵来，却都不能如愿。那你看为父书房，可曾用兵啊？如果你不用兵，是不是读不了书了？何为磨其筋骨，苦其心志啊？多少寒门子弟在漏屋瓦舍吃糠咽菜，最终成为名儒大家，受天下士子敬仰。你现在不过是生活没有之前安逸罢了。如若连这一点小苦都受不了，日后如可能成大器？轩哥，轩哥，怎么就这几个菜？厨房说每房都有电力，咱们碧莲阁之前都是自己开小灶，吃的太好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你，轩哥，哎，轩哥，将就吃点吧，还要读书呢。下午姐姐给你做点点心，屋里的冰块我也会卖些首饰去换来。你呀，只要安心读书就好。这不是几块冰一顿饭的问题，这是屈辱。所以你更要发愤图强，好好读书，以后出人头地。爹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即使现在对你严苛，只要你将来高中，咱们院又能过回以前的好日子，小娘才有机会回来。小娘被打了50杖，送去田庄，也不知道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了。轩哥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小娘在田庄上，不知道这些吃食有没有。我知道了，我这不是天天都在努力读书吗？来，多吃点儿。